这个地方呢，竟然挖有这个毛的公路。我是从山上下来的，山上那个是没有公路啊。哇，这个路到这个地方呢，已经给拦住了。估计这一户人家可能在里边搞养殖啊，所以呢，把这个公路给做了一道门，拦住了。这种地方呢，就是山清水秀，好风光，有山有水，而且还有一条毛的公路。哇，这里有牛，这家人应该是在这里边养牛的。哇，那小牛仔好可爱呀！你让我过去不？这个小牛仔好漂亮，看看。看一下你孩子呢？我就看一下你孩子。你看这两母子还是两母女啊？这么好玩的，我就看一下你孩子好不好？啊，我就看一下你孩子，好不好？好不好？点个头。这小牛仔太可爱了，我走了啊。这些地方一旦涨大洪水的话，这些路也是会被淹的。这个地方又设了一道栅栏。你可以看到这些公路都是私人路，其他的车基本上都不让进来了啊。看一下那里的房子，这边这个山都是非常高。现在我是在峡谷底，大家可以看一下。什么是小桥流水人家？这就是啊。这主人种了一些玉米，还有这个黄瓜。看一下它这个房子所处的位置，边上就是一条小河流，后面是大山，整个在峡谷里面。看，整个山实际上是把它这一户房子是围在里边的，围住的，看到没有？这里是肯定住有人的，我们上去看一下有没有人在家啊。这个路上好多的荨麻。哇，喂了两头大黑猪。喂的有狗吗？在家没得？走。你干啥？你们忙没？哦，那宝宝我都看到的。
他是不是跟大家找羊子去的？哦。哦，我跳耍的。哎呀，走。你在上学吗？没上学了。哦。在那儿是哪家的嘛？这是我们大国家的。你们大国家的？哇，你们大啊？那你们爸爸好大年纪了爸爸50多嘞，快？50多。有2、3年了噻。哦。走。你应该还在读书是吧？没有。都没有了。我儿都几个月的。哎，我看到你们好小哦，20岁多不到吧？我已经20。哦，你们是专门跑到这两天凉快，专门回来耍是吧？啊。哦。我说碰到你们宝宝的，我说跟他一路过来耍，他说跟大家找羊子吗？跟那个我们哥哥他们家羊子走失了好几天了，没得找回来。因为那种在外面那个的吧，时间长的也可能找不到的。有可能找不到吗？他以前走过没了？以前他们也有那种情况，就是说因为放在路上嘛，有时候你一天没找的话，有时候他们有些农活那些的话，耽误了你找嘛，他就会在坡上那些地方拿起来，因为那些嘛本来有些山来到处都是，有时候都很难找。是。我现在呢已经从这个峡谷里边这户人家出来了，他们呢是2个女孩子在家，然后进屋呢就没有拍摄了。首先第一个呢房间里面比较暗，第二一个呢怕人家有抵触，所以呢就没有拍。那么在那聊了会儿，你看我这个5大3粗的一个形象，然后人家就2个女孩子在家，没准人家心里面还是有点怕的，对吧？所以呢我就没有待很久的一个时间，我就提前走了。那现在呢就要出去，人家小姑娘特别懂事啊，才20岁都还不到，那个刚上完职校回来，在家里跟她哥哥带小孩。好了，朋友们，现在呢我要步行1个多小时的路程走出去。今天的探秘呢就到这里。现在下着大雨了，也没带雨伞，只有硬着头皮走了，反正就是淋湿嘛，大不了。贵州的天气就是这样啊，有人说10里不同天，咱们贵州的天气是1里不同天。山里是好玩，步行是好玩，但是遇到下大雨吧，你就只得受着啊。哎呀，不行，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现在是汗水夹杂着雨水到我的车旁边了。你们不知道在山里面淋雨是多么爽的一种感受。好了，朋友们，我休息一下就要走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啊，咱们下期再见，拜拜。哇，好大雨！哇，看看这个地方真的有一户人家，然后正在那儿煮饭吧，房子上冒有烟，看到没有？天呐，朋友们，太漂亮了吧！我从山上步行下来差不多1个小时，在这个地方真的是寻得一片世外桃源啊。这边种了好多的玉米，然后都用栏杆拦起来的，我估计是拦野兽，还是拦自己家的养殖。哇，它这个路根本没有人走。这个地方还有一辆破的3轮车啊，应该是以前从这个山上路下来刚通的时候，那么它是可以开下来的，但是现在是没有办法开下来了。走，过去看一下。那我们看这个，这边有种水稻啊，这边种有水稻，有玉米。那么这家呢，养有羊，
这边就是羊圈。哇，好多小羊。老板儿啊，哎呀，我没想到你这点还有人住哎。你们这点还有几家人呢？5、6家，都还有5、6家。嗯。只有这条路下来吗？还有别的路啊？这里有条马路啊。有条马路啊？嗯。哦，这可以开笼哪点了啊？可以开笼子门前，可以开笼在外面，从上面下来是吧？从大9下来。哦，那你们都是在外面？嗯。不是这儿？不是这里。这儿这个路挖了好多年了啊？哎呦，挖了好多年，3年都挖的。窦钱挖的嘛这个路噻？是窦钱挖了，省窦钱挖了。花了好多钱了，这条路挖下来？都花了10几万了。10几万哈。我走下来了吧，走个把小时哦。是要走更多小时啊？在门前这个是我们去年又是私人窦钱挖的。哦，你的意思挖了之后还是毛的？对了，但是可以合推。哦。长2.1米，但是现在底下头嘎长2.1米才不长水桥。嗯。长2.1米就能跑。涨水就不行。涨水。你养了不搬喽？我是初级的，我转的3年多了，我都转内部。哦，等于才在外地去打工去的。我就在同治的。可能没得经济来源的，我们是没有经济来源的，晓得没？哦，在那做就没得经济来源。算了嘛，没经济来源。那你在搬迁的哦？没有搬迁了，我们。哦，你没有搬迁？我们没那个资格的，没搬了。我觉得你这个来这3年还矮一点嘎，养了好多个羊子啊？30几个。30几个，还有其他的养的那东西没得没有没了。30几个一年可以搞多少钱呢？这些都差不到好多啊，一年就是几千块儿。一年几千块钱不止哦。关键没有管理它，这出内心话养出来，这你喂养子呀。你这里还喂啷个粮食了？在山里面弄去多少？它关键它不肥呀，你还是要管理它，它要肥呀。还是要有粮食哈。我得做的。走吧，走。我看到你，咦，这下面好看嘛？那我看见，所以跑起下来看哈。这点搞空气是没问题的。哎，空气倒是安逸哈。空气。你也种不少的哈，田都种你的。这些人家种的不？哦。我都种了包裹。你们这儿安是安逸，路通就安逸了。又有河沟。河沟嘛是有了，这里是条大河。大河哈。你们这2户一那么多啊？我都在外面的，还转几天。在外面搞了嘛？我在云南的。云南打工啊？还娃儿带去转的。哎呀。走。来坐，来。你这个是哪嘛？豌豆儿。米豆儿。哦，米豆儿。你高铁有人，你可以喊他开车走门前来接你了。没得，我一个人来的。上去要把走2个小时。上去可能要1个多小时。1个多小时哈。你年纪都不大噻。你几个娃儿了啊？1个哈。安逸有一家3口就待在这个山里面。阿姨从高头下来看都看到这里，但也走起龙来呀。这根路山别说老实话，没踩的时候没踩得好，这根路设计下来，踩好这根路下一点儿都不陡。没踩好，我都走下来，我都注意的。确实没踩好。有投资商嘛，还可以搞一下。没得投资商的搞不起，因为硬滑下来的话，最少可能要上100万了。现在你不要谈现在的投资商，因为现在其他地方都可以发展，他都觉得那个路他没得别人来给你投资那个路的。对。他都要找公路交通方便的。我们这个地方设计如果路更好了哈，来搞投资人，他又想来，我跟你老实说。你看哪个房子也把几百年了啊？我看噻，有些那个慢料没得。栏目了。栏目。这个的这放了几百年的。我天呐！这都是栏目啊？这个不是哟。只有1不是的，有1是。
你看以前的他改了，4房4厅的。哦，老人家。哎，走。走。这房子几百年了，以前你看嘛，这6户啊，它是很实现的。有人来买没了？哟，拆这房子拆了给就能卖几千块钱了。就能卖几千块钱。就能卖几千块了。它锯你看，它也锯断了，呀，你看呀，好了。哦。而且能卖得几千块了。这就是冯东锯断的。他干啷个锯断咯？他搬迁了嘛。就在这杆儿。这房子按道理不能省坏的，晓得没？难买多吧？这个这栋房子？多。多。我这在我们这家站的人。多，那么。要全部都是。这你是那么的？那他得选这种，这是那么。那全部都是栏目。这柱头全部都是栏目。多数是栏目，反正多数是栏目。这不少钱嘛？然后呢，这些房子按道理它不能省它的。人多的大概好多？什么3呢？3买的是这个，没买3层股。新起来，新起来。给拆了个。你们住的有多的人嘛？有呀。这些农村的话，你不要担心那个事。好不干一碗嘛？去拆点，干一碗。拆完了，你们要吃饭不？真的就拆的都不客气了啊！拆了饭的你都不要讲客气，讲客气就该我。真的是有多了饭的，你不要担心那个。我吃饭啦，老板。端起。你这15。真的嘞？要到吧？你们这要到那个样子，我下午再过来弄个，我姐吃了那个。他问你，回头吧。你有样子？我问下嘛啊。我高山也7、8岁的。卖的。你要说冬天要冻哈，不冻。冬天冻了？不冻。我们这个地方它冻不下来哦。就那是。但是你说实话，热起来哈，他为了这个地方搞这个抗氧最好的，他也不很热。这个地方如果说哈，真能把这个路整好的。不要了，我不要了，不对，不要了，不要了，不吃饭都饭，我早上吃了早餐的。路整好的过后，在这个地方你就是说搞点土特产，还有这个搞个旅游接待。外面进来耍的人吃的你不把娃一把给你打来，应该样的。但这条河车街都从那边也过来哈，从我们分路车过来也这是河，所以它这条过来又很好。那这从河了够些。你们说这里的环境好不好？简直就是太漂亮了，好吧？然后在他们家吃晚饭啊，非常客气的。年轻2夫妻，然后呢，他们是在这个地方养羊，养了几十只羊。但是呢，刚刚你们看到那里为什么那么多人呢？就是因为他的羊在山上去已经10多天了，没有回来，只找回来了10多只，好像还有10多只在山上没有找到，然后已经是10多天没有回来了。刚刚在屋里那么多人呢，就是来帮他去到山上找羊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身后的这些大山。那么羊呢，就是在这些大山上。就据他们的说法呢，或许今天早一天呢，也不一定能找得到。不过呢，也喊了周边的人呢来帮他去找羊去了啊，希望他们能找到羊吧。然后我呢，现在继续往这个峡谷里面去挺进，去看一下里面哈。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我在桐梓县黄连乡的原始森林，我的前方呢有上万亩的都是原始森林，包括我的后方，你们看一下，整个山峦叠嶂，你压根儿看不到人居住的痕迹。但是我走到这里之后，发现这个峡谷底部这里好像有那种零星的小道，应该在这个峡谷底是有人居住的。我们准备从这个公路绕过去啊，这边是一条穿越原始森林的一个公路。
应该在对面那些山上，或许是有路下到这个峡谷底的。我们要准备下去探秘一下。首先让大家欣赏一下环境啊，真的是超级漂亮。那么这个地方大家看到没有？有小道，但是这个山上看不到下去的路啊，我们只能把车绕到这个对面山脉去，看看那边是否有路下到这个峡谷底。这个峡谷底应该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啊。我走到这个上边有个岔道啊，那么正好呢有一条毛的公路往这边山下，但是呢看着没有车走过的一个痕迹啊，我也不敢开着下去，所以呢我们只能把车停在这里，然后步行从这个路下去看一下。大家看一下这个挖好的公路，竟然也不大看到有人走的这个痕迹啊。我不确定下边有没有人居住，不过反正我就慢慢往下走吧。看一下，这个几乎是没有看到有人走的这个痕迹了。看一下这个大峡谷是不是就是原始森林，整个周围全部是山，把这个峡谷围在中间。那么这个公路确实看到没什么人走，不是没什么人走，是根本看不到有足迹啊。不过我还是得下去，因为它这个公路反正是往下挖的，没有关系，我顺着这个大公路走，只要不进入这个原始森林就可以了，对吧？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就是要走这样的泥泞路，我已经走了10分钟了。然后呢，要顺着这个弯道，看看这下边是路，那么弯过去，跟着这个山弯来弯去，弯来弯去，弯到这个峡谷底部去。我估计得走1个小时左右才能走到峡谷底啊。那么回来的时候呢，或许要2个小时吧，反正没关系，走吧。歇一下，看看这片峡谷底，真的是太漂亮了。我现在呢已经走到了差不多山脚了，再顺着这个峡谷下去，一直穿出去到那个峡谷底呢，可能就有人居住了。这个地方有个楼梯啊，他们把那个风筒拿来放在这个崖壁上，然后这边放了好几个。我们看一下，这一桶是有密封的。现在我已经快到峡谷底了，已经到了这个水沟边，你们看一下这里的生态环境，是不是超级美、超级漂亮？我从1700米的海拔急剧下降到现在的1000米左右，马上就能看到有人居住的地方了。你们期待吗？这个石头好牛叉哟，
马上就能看到这个村子的庐山真面目了。这个才真的是隐匿在大山之中的秘境之地啊！你们要寻的世外桃源，不就是这样的地方吗？哇，看看这个地方真的有一户人家，然后正在那儿煮饭吧，房子上冒有烟，看到没有？美不美？你们说这个地方美不美？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啊。现在呢，我在我们贵州遵义桐梓县的黄连乡。那么很多朋友们呢都有这种避暑的一个需求。那今天呢，就跟你们讲一讲黄连乡。黄连乡的海拔呢是在1600米啊，也就是后面这一片房子所在的位置呢，大概就是1600的一个海拔。大家可以看到后边呢还有一些小山峰啊，大概是1800的一个海拔。所以这个地方的整个夏天是非常非常的凉爽的。那黄连乡呢，它总的面积呢有190平方公里，那么比大部分的镇呢要小一点，但是它的人口也非常少哈，常住人口只有3000多。你们可以想一下，其他的镇的话，最少也有1-2万以上的人，在我们贵州的话，那所以黄连乡呢，它是一个地多人少的这么一个地方。那整个黄连乡的周围呢，基本上都是方竹笋啊，包括原始森林啊这种自然的一个景观，所以在这儿避暑的人呢也还是蛮多的。大家可以看哈，像我身后这些房子呢，全部都是避暑房，但是它这些房子呢都是房开来开发来进行销售的，有独立的房产证，但是价格呢不便宜啊，大概是4000多的一个价格。所以这个就要看自己的一个需求。这里面呢还有一些娱乐的一些设施，所以相对来说它打造的是一个康养避暑小镇嘛。如果你们是特别喜欢那种更加原生态的地方去避暑呢，或许你们可以到达黄连乡之后，在周边的下辖村庄去寻一下，或许能够寻到很多你满意的地方啊。但是相对来说呢，在黄连乡的这个镇上呢，它的避暑配套呢更加的齐全，各种各样的配套设施呢基本上都是比较完善的。话又说回来啊，虽然说我觉得这个地方呢非常适合避暑，但是4000多的一个避暑房的价格呢，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些偏贵了。你们觉得呢？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对了，最后再跟你们说一下重点。这个地方的年平均气温只有11.2度，我就问你们凉不凉快？夏天的最顶点温度只有1年达到过32度，也就是说，大多数的时候最高的温度只有29、30度之间。那么你们要知道，全国一些火炉城市的话，夏季的最低温度都能达到28、9度。你们可以想象一下，这里有多凉快，对吧？整个夏天都完全不需要吹空调，就可以过一个夏季。如果说只谈到避暑的话，这里是不是你心中的理想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啊。现在我在毕节鹤岗县的深山里边，这里是石板河村，在我身后这里有一条绝美的挂壁公路啊，非常的震撼。我相信很多女司机呢都不敢往这上面开车啊。我现在带你们去体验一下。大家注意看一下，这一条公路就是挂在崖壁的中间，下边的崖壁呢有100-200米那么高，看看，特别的震撼啊。然后整个上面全部是悬空的，感觉这上面的石头啊，随时都有滑落下来的这种风险啊。
没有防护这个地方。哇，看一下这个地方，这些都是垮下去的。这个崖壁这里还在滴水，看一下，真的是特别的震撼啊！这个下边就是100米高的悬崖哈，那么公路呢，就是从这个中间这里通过。从这儿过去啊，它有3、4个地方呢都是穿崖而过，所以用挂壁公路来形容这条公路呢，特别的贴切啊。我们现在开车过去体验一下。哇，尤其这个地方非常的险峻啊，上面就一整个盖子盖下来。只能过1辆车，中间是很难错车的。看一下中间有这么几个这个穿崖而过的隧道，感觉整个公路就是穿崖而过，特别的震撼。有没有种穿梭时空隧道的这种感觉啊？太神奇了！哇，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洞，这个洞穴呢是最长的。看这个洞，直接从这个地方穿过去，太神奇了！这个下边就是万丈深渊，这里就是隧道。这个是一凿子一凿子的打的，看到没有？一块一块的敲下来的，这个隧道是。所以真的是以前的百姓为了过一条路，你看用了多少劲。这个整个岩壁的这个隧道基本上是用锤子、簪子给打下来的。那么它两边的车来的时候呢，都要按一下喇叭，因为在这个隧道上呢，好几个地方是错不了车的。那么在边上的时候呢，就两头的车呢，就是快到了之后都要按一下喇叭。这条挂壁公路呢，位于鹤岗县的石板河村，曾经是一个深度贫困村。过去呢，因为被大山阻隔，链接外界呢，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全村几乎都是与世隔绝啊。在2000年的时候呢，石板河村人在当地交通部门的支持下，开始从村旁川沟大岩上开凿通往村外的道路。经过全村人3年的艰苦努力呢，在悬崖上凿了一条长470多米长的人行便道。2008年，石板河村这条悬崖上的人行便道在鹤岗县通村公路建设计划中被拓宽为可供车辆通行的挂壁公路。2016年呢，这条挂壁公路在村村通硬化路工程中变成了一条水泥公路啊。从此呢，石板河村就摆脱了贫困，出山就方便的多了。
原先可能要1-2个小时的山路呢，现在只需要20分钟就可以通出。这一条挂壁公路呢，不光是修在绝壁上非常震撼，而且呢也是石板合成的脱贫之路、致富之路、小康之路。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我在深山里面，我发现这里有一条小道进去，还有电线杆，我估摸着里面有人居住哈，我们进去探访一下，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周围。我现在是在深山老林里面，看到没有？前后左右全是这样的深山，这些全部都是荒地。然后呢，这边呢有一条小道，这样过去啊，我们上去探访一下。大家看一下这个路呢，好像又没有人走，好像呢又有人走，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走。反正这里有电线杆拉进去，我们就顺着进去看一下吧。哇，这里看到一个比较奇怪的东西，这里有一个石墙，大家看一下，这里有2个孔，这个是干嘛的呢？这是干嘛的呢？有点像那种明朝时候的那种古墓，对吧？哇，刺泥，朋友们，南方的朋友回避一下啊。这个是我们南方的榴莲，哈哈哈，这个特别好吃的，等一下回来采一点。我们现在还是继续往前面走吧。你们看嘛，这个杂草这么的深，这些都是荒地啊，就有这么多刺泥果，这些野果啊，你不吃都可惜了。看，整个路上都是这样的刺泥果。等一下回来一定要搞点吃啊！我已经顺着这样的路走了差不多有半小时了，应该要走到了吧。我跟你们说实话啊，现在走在这个森林里面，我也有点怵的。为啥呢？因为这个路都好像封差不多了，还是有点担心这个蛇呀之类的啊。哎呦我天，终于看到有人家种了一片玉米地。哇，这里有个大的古墓，这个墓葬的位置不错呀，正好葬在中间这个位置。哇，这里还种了一片玉米。竟然在大山深处真的发现有人居住，你们看一下，看一下这里，对面整个是荒山，那个地方还有一个破房子，就是这里一块大田种了那么多的玉米，房子在那个地方啊，看看。听到一个狗叫，不会有很多吧？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房子后边都是荒芜的，就是门前这里种了一块玉米。这户人家好爱干净了，大家看看，周边都堆了很多的这个木材。然后我们看这个是蜂箱，喂蜜蜂的蜂箱。这个玩意儿呢是看电视的那个小天锅，哇，还有它狗是扇起来的。
看一看。没有人在家吗？那这里有个半斗，人到哪里去了？哦，吃饭没得？那娘，吃饭没得啊？这儿几点钟了吧？我看呢。耶，2点钟了哈。你也干住在这里啊？你也干住在这里啊？我说你一个人住在这里啊？哦，你在哪里来了？遵义。遵义啊。遵义就是自己卡来耍。跳耍呀，没得事都。自己卡没得。你出去一直走那条路啊？你出去一直走那条路啊？啊。对不对？你一个人在住在这里啊？还有谁了？哦，还有个你们这个老伴儿是吧？啊。你老伴儿啦？啊。你还种了那么多宝果呀？今年要种了点宝不够，我给椰子去吃。你种那门口都有椰子啊？哪里都有，门前。椰子都只要你爸子来啊？我还爸不来。我天，把脚都困进去了。好吓人哦！4、5个家一路。哦，你在坝子都看到4、5个家？是不是？4、5个家，啷家一会儿我这里几个，那里几个。这个好吓人哦哈！有那吓人吗？到时候业主他不整人哈。他错了就是。那你们这儿搬迁了好久了吧？总共种呢？也3年、3、4年嘞。都搬迁了3、4年嘞。然后你就没有走？我去了，我又转来，转来这些2块了。哦，等于出去了又转来。做庄稼是今年才开始做哈。今年都是白去，20农村后的时间我们做的不一点。我都说你们这个地方啊，土地其实也好，啷个就得要整体搬迁。没得好路。主要是没得路哈。哦。我有点水把引进他家。你忙你俩，我看耍哈儿。耶，说。你走哪去了哇？哦，我也是走那边转起过来在耍呀。哦。还在山里面安逸哈。哎呀，这个山里面现在是荒芜了，没得来拿个凳子坐一下。哎呀，也看的你们年纪都不大耶。啊？是没得好大年纪。你50几吗？60岁啊？啊？你觉得我有多大的岁数？我猜不出来，现在的人啷个猜出来年龄了？应该是55、60岁吗？明年70。明年70哈。你看起年轻。搬到黄家坝哈。哎，搬到黄家坝。黄家坝你住不习惯？哎呦，那个不当习惯这个，但是。你的生意哪点做嘛？我们这汇川区的。汇川区哦。汇川区啊。我就是在山里面来看哪些有荒的呀，有啷个的没有利用的这些地方啊，找一下。所以我为啷个可能转到这些来哟，对吧？哎。就是在山里面转。你不害怕呀？怕那个嘛，我就是山里面的人。这山坡嘛，你害怕吗？不怕。压的你下来，你下来，这弄头就不害怕呀。哎呦，有鬼啊！鬼头了，就是有呀，哎呀，那个这个他是怕人的嘛，就是业主啊。业主啊。一说白天都看到啊。我还专门等到看会儿了呢。你正看都看不到。有些要不是有一天我在这下面路上看到3个又在跟路上放。你们2个老人还安逸，转来在这里屋还安逸点。这个一块那个吃西北风，只不过说吃西北风。在黄家坝去做起来，一天做得像这回热得很。热得很麻烦。你们这个村儿整村搬的，这个村叫啷个村啊？挨皮村。挨皮村哈。我是说看到就是整村搬迁。因为所有的地都是荒瘠的，我看。这就是整村搬迁。贵州来说，可能就是我们村儿算独一无二的整村搬迁。独一无二的整村搬迁。你们这个村的土地不少我看。土地可能有个5个吧，一下整个村儿有个这个的6、7千亩。
有6000亩，整个村儿，有好多户人了。整个村儿这个得400多户。400多户全部搬来黄家坝。啊。好人咯，等于自己一个弯槽上去，上叶子上顶全部是。这个就是这一直这个叉叉，这上头就去这个连岗，这边们就靠近，这个地方就靠近真理嘛。哇，那你们400户有6000亩，一家都100多亩哎，不少哎。一家就几十户，全部这光的剩下就是只有我俩。全部走光了，就你们2个人了。我2个人。你家有好多人口啊？我也就是所以说我没有往美走的目的上，我就两，我这分来讲我只有2个。哦，你把娃儿的户头分出去了，你自己2个对的户头。他平常我一个人。你这个还算聪明的了，因为户口分开了。如果你是分钱好，对，就是因为你钱好多年就分了的。如果在要搬的啊年巴再分了，你就分不到了。我跟你讲。分不到。是就是那个呢。我又没有车呢，就在黄家坝去坐一会呢，反正没老人，黄家坝又没事干，这底下又没事做，反正当年应该就，看上嘛，就像是要用点文化点的，做点菜啊去吃。还要自由点。就是有点。走了，我都。坐。当过你们也行。我要过去坐那边耍哈，但2可能要走没一趟，走哪走？再去转哈。你在车子啊，在哪个地方？车子二边那个路杆的。对，门家那个路啊的。就在保管的啊。走了，麻烦你们了。好。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的环境啊，一条公路绕到山上来，非常漂亮啊。这边呢就是种植的这么多玉米。然后这个路呢，好像是之前挖过路的。那你们看着看这个山上这么多的草啊，这个地方不搞养殖的话，挺可惜的。走吧，我们顺着这条道进去看一下，看看里边是否有人居住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毛的这个公路是挖过去的，但是呢这个走的人挺少的，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路上面都长了这么多的草。那么，或许这里边就是有个1户2户人还在里边吧。看一下这个路，因为常年没有人走啊，然后一旦涨洪水的时候呢，它就会在这个路上冲很多的这个沟草，那么就更加的难走。如果说要开车下来呢，就更难了。基本上你看，也没有车开下来过。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所有的土地都是荒芜的，看到吧？没有使用啊，全部是荒芜的一个状态。是不是都已经搬迁出去了？我怎么感觉我好像又到了一个无人村的感觉，没有看到有任何的居住人的一个痕迹啊。看，这里非常大的一块田，那个地方看到房子了，我们走过去看一下。大家注意看，我是从这个垭口过来的，这个地方呢铁定是有一个洞的，小水洞，因为这下面有一条溪流。整个山的这个地方就被阻隔了，那它如果说没有小水洞的话，这个水这个地方就会形成一个堰塞湖，但是并没有，所以这个地方是有洞通向山那边的。这块地是不是超级大？这个地方就有一个房子，我们过去看一下。走这个里面走呢，其实现在还是挺担心蛇呀什么的。那它这个房子的整个院坝呢，其实已经长了就是这么深的一个草了，我就不走过去了。像这2天呢，这个蛇出没也比较多，所以还是有这样的担心哈，所以还是别过去了。因为它那个房子整个周围，已经是很多年没有居住了，那么早就这个杂草丛生啊，你贸然过去呢，或许那个小房间里面有一些小动物啊什么的，
哇，我们用无人机从空中看了一下，这个地方竟然是一个无人村啊，太可惜了，上面还有几户房子。我上去看一下啥情况，然后再给你们整体的说一下这个地方哈。那么这里看一下，还有这些房子。那么这些都是破旧的一个房子，给大家看一看啊。你们看这一块坝子好大，这个又是好几亩的一个坝子。那么那个地方也有房子啊。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呢，最少是有4、5户人家的啊，这么大一个坝子。然后这些有可能都是载基地啊，只是说房子全部已经废弃了。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无人村庄，我看了一下，这个海拔呢是900多米。那么我们从空中看到的这个景象呢，是东一户西一户的，可能还有个6、7户的木房，但是基本上都是像这样的，已经是破旧不堪了，不能居住人了。整个就是一个无人村了，那边也有房子。然后我看了一下，整个荒废的土地面积应该是超过1000亩的。整个从这个锁口进来这一个峡谷呢，全部都是荒山哈，也就是我们看到的青幽幽的这些农田呢，全部都是荒了，里面长出来的草。然后这个无人村庄呢，我觉得可以不搬迁呢，但是是什么原因全部都搬走了呢？我也比较迷糊啊，因为我们从外边进来的时候，那个硬化的公路离这儿是不远的，而且他们这个毛公路呢，都是挖到这个村子里边来的，而且不陡，也就是稍微整理一下呢，很多车呢都是可以开到这个村里来的。它不是说像那种很弯而且很陡的路啊，即使这个毛公路都是不陡的，哪怕是下雨呢，都能把车开进来哈，稍微整理一下。那么它没有硬化的这个公路呢，最多也就是1公里多，大概2公里的左右就进入这个村庄，其实是可以整理一下，车子都能开进来的。所以我有一点不理解这个村庄为何要整体搬迁，因为整个下边的水流呢也比较大，所以靠近水沟的一大片农田呢也都是可以使用的。按理说这个村庄不应该整体搬迁啊，海拔是1000米，接近1000米，那么非常适合人的一个居住。为什么会整体搬迁，我也有疑问哈。反正就是觉得特别可惜，上千亩的这个土地全部是荒废了，整个这一个峡谷就是一个无人村的状态。现在所有的房子全部都已经是不能居住人了，特别可惜啊。像这个无人村的话，就是非常适合搞养殖的。上千亩的这个土地变荒山，再加上它本身的这些森林面积啊，应该是有2000到3000亩的这么一个面积啊，非常大，特别适合整体来搞这种养殖一类的。我真的觉得这个地方不应该成为无人村啊，特别可惜。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正就是上千亩的土地全部变成荒山了，特别的可惜啊，你们说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啊。现在我在我们遵义市梅潭县的一个大山上，有没有看到我身后这个白白的悬崖？我看到有公路通到这个悬崖那儿去啊，我感觉里边可能有名堂啊，我用无人机飞过去探秘一下。哇，朋友们太神奇了哈！果然不出我所料，里面居然有个洞穴，里边还住了一户人家啊！我们下去探访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呢，我是在大山上，我要顺着这条路开下去，然后呢，这个地方应该有一个岔道，那么顺着这个盘山公路过来呢，到达那个地方，再有一个小道分下去，就到了这个洞的位置啊。我们赶紧去探访一下吧。你们看一下路边这些青草，这地方是不是不搞养殖太可惜了？这上面这些都是荒地啊。大家看这个路还是非常陡的啊，从这里一个比较窄的路下去呢，就到它的崖壁那儿。但是我们空中看一下是到不了它的洞口，可能就在洞口上边一点啊。这个路要小心一点，因为特别的窄。刚好只能过一辆车。我是从那个山上绕过来，从这里下来的。然后我车子呢不敢往下开了，这个路比较窄啊。它这个地方，然后正好弄来一个可以掉头的一个车位，那么我就不往下开了，因为我担心这个路特别窄啊。如果说开到它这个悬崖下去，要是没有地方掉头的话，就麻烦了哈。我还是走路下去吧。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的环境啊，超级漂亮。然后看看这边这一片，它这些土地都没有种，然后那个地方也有一个崖壁。哇，太漂亮了！这个是干嘛的？这是养蜜蜂的蜜蜂箱，看一下下面都是小孔。这户人家居住在这个洞中，在这里养蜂啊。那个地方也有，上面那里也有。哇哦，这个地方真的是太漂亮了！看看，就在这个下边啊。然后这里还做了一个小房子，不知道干嘛的。那么它这个车子呢，只能开到这里啊。这地方掉头都比较困难。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小石梯下去。就到达这个洞里面，看一下一睹真容，太漂亮了！还有地下河，看到没有？那个边上还有地下河。但是刚才我们在这个航拍画面中是看到有狗的，不知道有没有主人在家。没有主人在家就比较麻烦了啊。看一下，就住在这个洞中。你们看一下这个上沿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而且交通也方便，公路。开到这个上边呢，就是几分钟就走到这个洞里。天，这么远就听到这么多的狗叫声，不知道有没有主人在家。哇，那还养有鸡啊，太美了这个地方。哇，这里怎么这么多的荨麻？然后它这个地方好像是一个地下河出口，然后正对面就是这个样子的。那边呢有个村庄啊，正好它这里呢是挡住那个村庄的，对面就是这个样子，非常漂亮。哎呀，我听到这个狗叫声我都腿发颤。我天哪，主人呢？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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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噜。哎，这狗还听我话的听。我们先站在这里看一下，看看里面，非常巨大的一个坝子。这户人家就住在这里，然后门口还晾了好多的这个衣服，但是听到狗这么叫也没有人啊。这个狗好像跟我还挺友好的。这边养的是羊，
这个里边养的是羊，看到没有？就在这个门口。然后这个狗呢，对我还不算有敌意哈，没有人在家呢，它也没有咬。然后看一下这个洞里面，我现在呢已经到达了这个洞口。那么里边它那个房子呢，就是人居住的，这个外边呢就是养的羊。但是没有看到有主人家在，只有2个小狗在这里。而这2个小狗呢，对我觉得还蛮友好的哈，它没有说穷追不舍的来跟我争斗。那么看到这个洞的上沿嘛，好多的这种小洞，然后它居住的这个房子的后面是有非常巨大的一块坝子，那么边上呢就是一个地下河的一个出口。你们觉得这里漂不漂亮？那么这个地方呢，我到那个石头上去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哎呦，这么多的荨麻，要特别小心。它这个上面有一个小房子，那么我们呢就是顺着这个小道下来，这里有一块巨大的一个石板，我们可以看到我脚下踩的这些石头呢，应该是若干年前这个崖壁上掉下来的。大家看这里有一棵树，正好是盖住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怎么会长出一棵树？它水分从哪里来？真的是太神奇了。然后呢，大家肯定有疑问啊，那这一户人家呢是一直在里面有居住的，我们可以看到下边啊有晾了那么多的衣服，然后这里呢还有一个石墙，它这个石墙呢是隔来，里边是住人的，外边呢是养的羊，大家可以看到。那么大家肯定有非常多的一些疑问啊，它是住在这个洞穴的洞口，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又是一个地下河的一个出口，包括我们看到那个位置啊都有非常多雨水冲刷的一个痕迹，看到吗？如果说一旦涨洪水什么的呢，可能上边那个小洞那些也有可能出来水，要不然它这个雨水冲刷的这个痕迹是从哪里来的，对吧？那这个呢是一个疑问。然后大家看这个洞顶啊，有非常多的一些石笋啊，其实也挺漂亮的，看到没有？洞顶啊有很多的一个石笋。那么没有主人在呢，我们没有办法跟大家介绍的非常清楚啊。然后这个洞口对过去呢就是一个山，所以整个地方的环境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的。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在里面做饭吃啊，那电也是拉过来的，看到吗？所以它这个地方是又有电，然后呢人呢也是在这里煮饭吃的，但是没有主人呢，我们了解不到更多的一些细节。那么朋友们，你们觉得他在这里居住了多久了？还有是一个地下河的一个出口，那么真正的涨洪水的时候，这里会不会淹？这是一些疑问啊，你们觉得呢？那这一户人家是因为养羊才在这里居住呢，还是说一直就在这里居住？这是一个谜团。第二一个呢，就是这个地下河如果一旦涨洪水的时候，会不会把这里淹到？这是第二个疑问。那么我们要等到主人来了之后，才能解开这些谜团。朋友们，这个地方是不是绝美的世外桃源？太漂亮了，又是地下河的入口，又是在峡谷里边，整个周围方圆几公里都没有人居住，真的特别漂亮的一个地方哈。但是遗憾的是今天没有遇到主人。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呢，记得点个关注，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今天呢我到铜仁深山这边来了，准备进入这个深山里面去看一个无人村庄。一个村庄30-40户人已经全部搬迁，我准备去一探究竟。就是开这样的路啊，我已经到这里开了6公里了，我也不知道能开到哪里，因为从这里走路去的话可能还要走
差不多1-2个小时，确实有点难走。我的意思呢，把车往前开，开到哪里算哪里。看一下这个公路，完全就没有车碾过的痕迹啊，看到没有？根本就没有车辙印。这个路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这草。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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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天呐！看一下，根本就已经没有路了，还有很远，现在都有点提心吊胆的了。说老实话，这个路真的太难走了，因为完全没有车开过。而且基本上这里我是从森林里面穿越过来的，两边的话都是这个草杂草，把这个路给盖住了。大家看，现在我就相当于在这个原始森林里边一样，看看。经过了刚刚那种非常艰险的路段，我已经来到了深山这里。那么我的车呢，开到上面已经没有办法开了，路呢也到这个我上方这里就已经到头了。那我要说的这个无人村呢，还在这个山谷里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片过去，方圆起码是20-30公里的位置是没有人烟的，只有这个位置呢，还有一个无人村。那么他们里面是大概是30-40户，已经是集体搬迁了。那房子呢，已经是看不到几栋了。我本来说想徒步过去，但是这个深山里面可能已经没有路过去了，实在是过不去了。那我只能用无人机飞过去，你们看一下，保留一些无人村的影像哈。还有一个呢，我车子是停在这边这个位置的。那么这里哈，这里公路到头，那边有几户房子。那我停在那个位置呢，首先我这里要爬一段坡，这个天气我担心下雨，因为步行过去呢，走到那边那个位置呢，可能需要2个小时，来回也就是说要3-4个小时。那我如果说步行过去，然后下雨的话，我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再回来的时候，这里爬上去的话是泥泞路，有可能就要陷车什么的。你们也看到了，刚才过来那个路非常非常的险，所以特别遗憾，我也不能过去了，可能也去不了，只能用空中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森林之中震撼的一个场景啊。
我告诉大家，很多人喜欢徒步登山，但是当你在这种大山里面迷路的时候，说实话，你真的是叫天天不应，信号也没有。所以各位，如果说独自一人进这种特别大的这种深山森林的话，还是不要冒险的好。走了，赶紧回去，再下雨了。等一下我车开不上去，你们看一下吧，身后这些所有的山里面都是无人区，无人区哦。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呢，我在六盘水水城金盆乡的深山里。哇，我们在这个深山这里发现了一座巨大的天生桥，太壮观了。这个天生桥的桥高呢有135米，跨度有60米，它的顶部的最厚度呢只有15米啊！你们是不是担心它会塌下来？那么最奇特的是，桥的顶端呢竟然有一条公路。到目前为止呢，也被称为第一天生桥公路，非常的壮观哈。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我在北盘江大峡谷这里啊，在这个公路边发现这个崖壁上啊，竟然有一个洞穴，洞穴那儿好像垒了好多石头，还有一道门，根本就没有地方上得去啊。在这个崖壁的中间，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垒在那里的。
然后我的猜测呢，这个洞一种说法呢就是鳌鸮洞，但是因为这个整座崖壁呢它是独立的，所以不存在是鳌鸮洞。第二一种说法呢就是躲土匪，我觉得呢更大的可能呢是躲土匪。那么在土匪盛行的年代呢，村民其实见到土匪是很恐惧的，所以他需要找山洞躲。所以在我们贵州的很多地方的山洞呢都躲过土匪。那么你们认为在这个悬崖中间山洞这里切了一个墙，还留了一道门，它的用途是什么呢？也欢迎你们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说出你的观点。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贵州六盘水的北盘江第一桥，桥的这一边呢是贵州的六盘水，对面呢是云南的宣威啊。现在呢大家跟我一起到桥下去看一下。我现在已经来到了北盘江大桥的下面，你们看一下这么巨大的钢材，是不是非常的震撼？这一座大桥呢，它的总长度呢是1314.4米，从这个桥面到江面的垂直高度呢是565.4米，多高呢？相当于200层楼那么高。在2018年的时候呢，这一座大桥呢被吉尼斯记录为世界最高的桥梁，真的是一座伟大的超级工程。你们可能想不到哈，这一座桥梁的总工程师呢，是我们贵州的80后小伙廖万辉。当时他任总工程师的时候还不到30岁，也是贵州公路集团最年轻的总工程师。我们呢是从那边走路过来的，步行是可以走到这个桥的下边的。我们从航拍镜头中呢，说实话看到觉得这个桥是不是有点不结实，对吧？但是当你走到这个桥下的时候，你完全不用有这种担心啊，特别的结实，全是这种三角结构的，从这个上边到这个下边的，也就是说从路面到这个下边还有这么高的一个距离啊，大概是有，我看了一下，应该是有10米左右啊，10米左右这么一个高度，然后全是这种三角形的结构啊，非常的结实。这里一排螺丝，就光是这个斜着拉的这一排螺丝就是有48颗，你想一下有多结实。所以完全不用担心什么大风啊什么这样那样的啊，根本就撼动不了这个桥，对不对？然后这个里边看看这个下边的一个状况啊，是不是超级的结实？你完全不用担心不结实吧？这中间都直接还可以开车过去。然后它之前呢，这个内部是有一个通道的啊，是有一个通道直接通到这个云南宣威那边，包括那边也有这个走廊。那么但是后来呢，可能是考虑到这个人员的安全因素啊，就把这个通道给关闭了，现在是全部关闭的一个状态啊。怎么样，朋友们？近距离观看了这座桥之后，是不是发现结实多了，对吧？最后跟朋友们说一下到北盘江大桥的攻略。如果你不是玩航拍的，你就是想亲身的到北盘江这个下边来体验一下呢，你就导航到六盘水的鄂角收费站，然后再导航都格镇，差不多只有2公里到达都格镇的时候呢，就有右手一侧分一条道，就是这一条，然后呢沿着这一片山过来呢，就到了北盘江的这个桥下啊，你就可以近距离观看到北盘江大桥了。我在正面给大家展示一下。那么大家导航到都格镇，快有2公里到都格镇的时候呢，右手一侧这里呢有一个北盘江第一桥的这个标识，顺着这里上山沿山过来呢，就可以到达这个北盘江大桥的桥下。如果你是玩航拍的，或者说只是想远看一下呢，那么你就穿越都格镇，顺着这个山往上爬，这里就是一个景点哈，直接可以导航到的。那么就可以从这个位置看向对面的北盘江大桥，航拍呢也可以从这个位置飞过来哈，非常的壮观。
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一根电线杆拉到对面去，那个地方呢有一家人，但是呢已经看不到房子了，全部都搬迁了。搬迁了之后呢，但是可能主人家呢又特别可惜他的土地，那么现在呢依然把那些土地全部做起来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痕迹啊，就是他的房子拆掉的痕迹，边上还有那么多的瓦，然后边上呢还看到了这个破旧的牛圈。哎，我们正好也看到这个主人家在这里哈，他不知道住在什么地方哈，反正他以前的宅基地的整个周围呢土地都是种起来的，那他种了好多的这个水稻。说实话，即使他收了水稻之后要托运到自己搬迁房的位置呢，其实也不容易啊，因为离公路呢可能也有2-3公里的这么一个距离。那这一段路呢，他只能说用人工来背，或者说用马来驮。所以你们知道，山区里面的人，即使他搬迁到了新房子去住呢，他也还是忘记不了他自己的1亩3分地啊。所以也有不少的人呢，搬迁了之后呢，选择还是回家把这个地种起来。这个或许是一个农村人的一个情节吧，大家说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呢，我在贵州瓮安县江界河镇哈子西村这里。那么很多的朋友啊，都让我帮你们寻找一下没有人烟可以种植养殖的地方。那其实呢，我只要在进山的时候呢，都会跟大家留意一下。那今天到了哈子西村这里呢，我从三维地图上看到啊，从这里有一条毛毛的公路下去呢，前面应该是有一个小组叫做新寨。而且呢，就是在乌江边上，环境应该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路边呢，都有这么多的一些青草啊，这些草呢是没有被割过，也没有被吃过。我的预测呢，可能这里面是整个村组整体搬迁。我们在地图上呢，也并没有看到有一些房屋的痕迹，那看到的都是大面积的这种荒草地。那大家呢就跟我一起进去看一下到底有多大的面积。如果说你们觉得这里适合发展什么样的项目呢，你们也可以自己跟着这个导航地址来，然后呢到村里面或者镇里面去寻找当地政府去了解这个事情啊。我呢只是来跟大家发掘这样的地方，并不会跟大家去直接对接这个事情。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全是荒地，那个地方呢还有一个小房子，也是废弃的。那么这里的整个山呢是这样子的，然后主要是想跟大家说的，这个路面上有非常多的这种草，也没有看到有这种养殖的一个痕迹，所以这个地方呢应该是比较适合搞养殖的哈。我们是从这边进来。哦，谁听见这你们都搬到江界回去嘞？就搬进了，对，这里全部都搬来的。全搬的。你们这里地名叫哪个？新寨，属于哪个村了？原先属于沿江村。江界河镇沿江村新寨。新寨。我实在说看到这些整片都没得那个人了，一土都荒了的。荒了嘛，整的搬迁的。谁不说我这荒了，这做不做的两种不听我说，我是抓谁把我的土地抓过来。那朋友们，现在呢，我要跟你们更正一下这里的地址。这里的地址是瓮安县江界河镇沿江村的新寨。那么我们从无人机的视角看这一整片的这个丘陵地带呢，应该有1-2千亩左右的面积呢是无人居住的。这里的所有人呢
在5年前就已经集体搬迁到江界河了。那么有少部分的老人家，可能就2、3个吧，他们因为在那儿住不惯呢，又回到这里呢，支起了一些小木屋，在这里种了部分的庄稼，但是绝大多数呢，依然到现在是荒废的一个状态。那刚才也跟你们说了，这个路边很多的草呢，都已经长出来了。整个这些山呢，它也是丘陵，不像其他地方是这种很大的这种山峰。海拔呢大概在700多左右，所以我认为这一片呢是非常适合养殖的，比如说养牛养羊，它的700多的海拔呢也不高不矮，你在冬季的时候呢你也能应对啊，因为它很少有霜冻的这种天气，所以在这种700、800米的海拔的位置呢，我认为养牛羊呢是非常好的。还有就是它这个寨子呢，1、2千亩面积内呢，都有这种毛毛的公路，也就是车子呢，大部分地方都能开得进去，只是没有硬化而已，所以交通也没有问题。这个位置离最近的这种6.5米宽的公路呢，也只有4、5公里，所以交通非常方便，你拉材料什么的都非常方便。所以说，如果说朋友们有这种兴趣啊，就是到深山里面搞种植养殖的，那你们可以来这个地方看一下，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整个山上，整个2000亩的这么一个面积哈，大多数的土地都是荒废的一个状态。现在的话，在我们贵州，因为是重点发展林下经济哈，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创业的机会。很多朋友让我帮你们寻找这样的地方，这个位置呢，我觉得非常不错。而且呢是靠江的，整体的生态环境也非常非常的好哈。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过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呢，因为是5年前就已经整体搬迁，所以相对来说已经整体荒废了5年的时间，近2000亩的这个土地面积呢都是荒废的，所以特别的可惜。而现在呢，我们贵州又在重点发展林下经济。林下养殖和林下种植中药材呢，将是未来发展的重点方向，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我相信这个政府也非常的支持啊，因为我们贵州的这个森林面积从15年前的35.93%呢，增加到现在的61.51%，也就是15年的时间呢，整个贵州绿了好几度。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要重点发展贵州的林下经济，而政府呢也是大力扶持的，所以对于创业者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吧。所以朋友们不要错过好机会，如果你觉得这个地方是比较适合你的，那么你们可以自己过来考察一下。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啊，感谢朋友们的观看，咱们下期再见，拜拜。